因为我对毛主席感情比较深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性。为什么毛泽东搞革命成功，就是有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崇拜他、支持他、崇敬他。他不为那个大革命时期，大革命时期他是用生命、用鲜血去奉献他，因为他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他要这个打富济贫，是吧？打土豪分田地，把那个长期剥削压迫的人压下去，让穷人翻身。那么他有一个内心的感激，所以他舍的命都为他奉献。为什么毛主席他选择农民呢？因为毛主席他自己是农民的孩子，他对农村感情太深，看到农民的痛苦比工人还要痛苦，因为生产各处都很落后。你是哪个真正地主也有好的，也有差的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富人，叫做民营企业、企业制，有的叫企业家，但是也有刁钻的，因为他们这个个性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人致富的方法不一样，有的是钱干笼络人心去发财，很多在这种拼命的干，没有意见；有的人是剥削压迫，吸取他的红利，使他发家致富的。这一部分人呢，肯定就有的没有那么好。尤其是那些比较刁钻的、欺行霸市的、欺压工人的、打骂工人的，或者惩罚工人的，这个呢，可能就是对头，人民的对头。也就是以后毛主席划阶级成分有一个分水岭，有血债和没有血债，有人头，但是不是近人，在眼前的骂你的，可能比他杀人的还过分。人家最气愤的是近地方，远地方，你们刘文彩他死前你怎么剥削你也不知道，但是你地方你是你部落姓陈的，他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名声很大，都知道这个人是霸道的很，不敢惹他，这种人就是近势力。以后土改的时候放为魔霸，叫魔霸，这个他说了算，他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，黑道，动不动就整人、打人、喊人、欺压人，尤其是严重的人家民家两女啊，他说法政还不同意开导，就草菅人命，他对人的事不在乎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阶级成分划分呢，分得很清楚。我看到毛主席这个五段里面呢，他是很善良的，他就跟共产党说得很清楚，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，他杀官官人，第一个是最大恶极的是杀掉，这个是纯正名分比较大的，有刑案、有人命案的，这就要杀掉，这个不留情。后面有的跟国民党做汉奸，暴露了共产党的身份，把共产党残忍的杀害，这就叫人命案，这个呢就不留情了，叫魔霸，这种人叫魔霸，魔霸过了才是对准，魔霸一般都是有人命案的。是最可恶的。土匪呢是土匪头子，他组织那是黑社会势力，国民党的青红帮，青帮红帮，那时候是镇压革命力量，镇压共产党，这个人抓到的是不留情的，要杀掉的。杀判杀的判的是判刑，最大恶极的，根据国家的法律
触犯了哪一条，对号入座，触犯了死刑的，像这样的可以改为缓期，叫缓期执行。现在很多判几个月的判处无期徒刑，缓期执行，就这个不杀人。但是他在监狱里面要是闹暴动啊，或者在操办，那个随时随地被杀掉的，所以这个叫缓期执行。对那些可判可不判的，判轻刑的就不能判重刑，判重刑的就不要杀条。我看到古代毛泽东对那个分得很清楚，上往下面乱搞，下面科拉放。老百姓时代的搞文化命的时候，有的老师为什么多得可怜？因为老师对学生有直接的引导，有的打学生，有的这个人格上侮辱他，或者他头上有长了血，你这个哪里头？这个就是侮辱人格，这个学生最恨的，这个老师不道德，你没有以理服人，你都是有一点仗势欺人。所以王大兵、红卫兵呢，对老师，有的老师是顺利过关，他不带人为善，看到笑眯眯的，也可以帮人，甚至自己有什么好吃的给学生吃，这个师生关系很融洽，这种人就不会那么吃皮肉之苦，就不会那么吊打。尤其是像这老师对学生欺负他、侮辱他、伤害他、贬低他、降低他的人格，或者你没有批本子，骂他，这个都会伤心的。所以王大兵也会出现这种容易出现武道，老人就叫武道，你动手动脚就叫武道，你不要动手动脚，以批评的方法就比较中肯，就是做思想工作。作为领导干部做这个工作叫做思想工作，做转化工作，然后改造工作。过去好多地主通过偏爱中农，有的做这个叫做一步四点，过去他怎么欺负贫农、剥削长工，半夜鸡叫就把长工叫起来，怎么样的去耕田，田没干好还惩罚，还有扣钱，这个很多这个贫无能啊，受尽的苦啊，或者是要他家里把他家里侵犯他的家产、农具或者山林，你拿不出钱，我就要你的那个财产，拿不出财产，你这个女儿长得好看，拿来做佣人，做小妾，这个都是不同的等级，因为这个发成分呢，都要很多层次的。我看了他组织土改他分得很清楚，开始地主富农的财产不要随便没收他，让他冷静一下，等贫农、富农、穷的揭不开锅的人愿意组织起来三富五富，组织副组组，等他们呢自己有集体的力量、团结的力量、互帮互助的力量，这个老少互相搭配，强弱搭配，个个都哪怕身体里比较虚弱，他也愿意拼命的日夜去做。他知道这做是我们三家都有份的，所以他叫副组组，副组组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叫副组组。副组组以后呢，看来这个力量还是弱了，因为他没有农具，农具没有地主富农的农具，中农有农具，要么到中农那去借，要么到地主那去租，但他的力量还是太弱了，就成立高级社、初级社，那这3户变成6户，或者变成10户，变成15户，或者20户，根据你这个村庄的人口多少，还有的是以房头为单位，5、6个房，一个房头或者有10户，10户做个副组，有一个村呢，有几个姓，它有不同的姓氏，有几个组，它就合并成。
出去社，要成立人民公社的这个组呢，就叫生产队，叫队。队呢，它是带有人事建制的。当时土改时候也很复杂的。中农呢就不像日社，他劳动力多，他有犁啊，有挖啊，有耕牛啊，他是不想跟那些穷人混在一起。毛主席先把穷人这一块走了起来，因为穷人这一块组织的时候，他是在耕耘老师苏维埃那个耕耘老师就开展了土地改革，他有经验，他先把这些穷人搞起来，然后看到这个搞起来以后，他们真有为，都在一起劳动，而且还增产呢。那中农也过来，也愿意叫社日社，那也写那时候口头申请，或者是写申请，加入副组织，加入合作社，加入人民公社，都要写字的，都要亲自写上去。我愿意加入某某生产队，参加合作社。这个政治工作做得相当的好，做得相当的好。以后到了生产队就分得更清楚，困难户、无保户，无保户是无劳动力的，没有劳动力的，支撑住都要靠大家的，靠大家保护他，所以叫无保。还有困难户，困难户是生病的，缺少劳动力的，或者是弱智的，这叫困难户。这个的生产队有200家，不是100家，只有2户无保户，基本上生产队都把它养起来，他无儿无女，那么就给养他吃。他有时候呢还派工就跟他看茶。今天你就跟温省啊或者雷省啊去看茶啊，生产队技工，他这个茶你就给他老人家烧，这是无保户的照顾。过节的时候呢要杀猪啊，生产队肉啊，还另外开一道起来，这是给无保户的。这个呢其他的再来大家分，但是集体很团结，很团结。对，当时也会有人不公平的积分不？也有的，也不能说没有。个人这个地位，我做事也比他强，我也可以。但是他经过队长叫队委会，有个队委会集体讨论的。他队委会有3个人，或者大生产队5个人，开队委会讨论你这个人要不要加，这样加了就跟你讲，说你投给导员跟你讲，这是集体领导。队长是关键，队长这个人要能干，怎么能干呢？第一个是有指挥能力，有组织能力。一个生产队那么农活，他早上脑子里有一盆账，今天做什么，明天做什么，再分工分支去，到了开始收任了。还有公益事业，修水、修沟、修堰，那是集体的。你这个生产队也去，他的生产队去，那是公益活动，那是派工。你也去，那你去了就是代表生产队去。那生产队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是有体会的。毛主席搞这个集体确实是几千年没有的，过去都是各搞各的，一家一户的，没有哪个是在一起的。这毛主席一个创制，他是学苏联的，苏联是搞这个好多方，但是以后呢，苏联又哪次彻底又改过来，又在苏联的基础上加以进步提高。苏联搞集体农场，我们都没有搞集体农场，这个张纸就跟地主人，我们这个就是生产队队长配一个副队长，配一个生产主任，配一个民兵连长，配一个妇女主任，基本上就是队委成的。所以我看到很强势，毛主席做事很过分，很认真。他为了总结全国搞合作社，从52年一直到59年，不是1天2天，他要先把农业稳住农业。他所以51年、50年土改分田地，52、53年就开始搞副作种，54、55年就搞3反5反，
565天的反右，5758年的搞大跃进，59年、60年，本来这个是好事，先把农业稳住了，再来搞工业。所以毛主席在56年他搞了一个论十大关系，论的相当详细。一般呢，你说中央哪个领导做这么过碎的工作？没有。但是你要承认毛泽东伟大，就是没办法说，没哪个说他不伟大。1956年4月25号，第一个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，第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，第三个呢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，第四个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，第五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第六个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，第七个是党和非党的关系，第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，第九呢是是非关系，第十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。他当时是自己写的，毛主席一般很少用秘书，这是他自己写出来。你现在看的都很亲切，很经典。他问的相当清楚，用辩证的关系。你要所以说看著作啊，你不看它的内容是看不出什么味道。他要把他前面的政策跟后面的政策要衔接起来，你就知道他对还是错。你看到细节啊，更不遑人心。他讲得很透彻。因为上下级、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关系，中央下了计划，地方要执行，但是中央不能把扣得太死，也放一部分权力地方，要发挥它两个积极性，就是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省里和县的积极性，或者地处而县的积极性。地处呢，又可以说县乡积极性。它是很辩证的，很辩证的。比如说县里，因为我那个县要完成10万，但是你要做计划的时候，要做11万。比如说我做10万，中央有20%，地方80%，要留有余地。如果说我地方完不成，另外一个20%又可以凑上去。就是如果是亏本的应灾灾害，还要根据这个情况来审定，叫做减产、减税、减征、减购，它都可以从那里面去减少。你丰收的地方，鼓励它多挣一点，这叫发挥两个积极性。你要有单位，你就知道了。他为什么搞小组承包？一个单位为什么毛主席当时搞生产力，邓小平、刘少奇他要搞3支1包？作为他来讲，短期内他们3支1包是有效果的，但是从长远利益着想，他们3支1包的我们的心搞散，就没有凝聚力。还有一个呢，抵御风险能力差。比如说在抗旱，你分成1家1户，你1毛钱2毛钱，你一个人去搞水搞什么时候？我生产地有水车，或者是到这个上游去堵水。今天晚上你们生产地用，明天晚上我们生产地用，大概就水利资源调配，要调节，个人你都办不到。你一家去打，我家打，一个生产地几10户都是打架，谁也办不成。所以毛主席最不愿意走这个人，最不愿意恢复到过去封建社会，他是最反感。所以共产党他也是一个倡议，他要搞全人类没有过的，我把几亿人都组织起来搞集体，哪个国家没有？最终没有。当时很难的，这个解放以后，这个全国农业是散的，一盘散沙，这是以户为单位的；工业也是一盘散沙，它是以个体户
个体经济为主，手工业为主。辛苦了。有了，晚安了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哈。